一杯咖啡是趁热喝好呢，还是放凉了加冰块再喝更过瘾？别以为这只是温度的差别，其中隐藏的健康学问可大着呢。从抗氧化成分、咖啡因释放，到对肠胃的刺激、代谢影响、牙齿健康，甚至长期疾病风险，热咖啡和冷咖啡之间竟然有这么多门道。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哪种喝法对身体好处更多，又有哪些出乎意料的区别吧。咖啡自从几百年前传入人类的生活以来，一直都是热腾腾的形象。相传在古老的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牧羊人卡尔迪发现了咖啡豆的提神奥秘。自此之后，烘焙研磨再用热水冲泡咖啡成了历史悠久的传统。人们习惯性的趁热喝咖啡，享受那股香浓温暖带来的精神振奋。毕竟在过去，天气寒冷的清晨，捧着一杯热咖啡暖手暖心，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不过，随着时代演进和饮食文化的创新，冷咖啡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早在19世纪，有人开始尝试将咖啡加上冰块或者冷却后饮用，发现别有一番风味。近年来，冷萃咖啡更是风靡全球，将咖啡粉用冷水长时间浸泡，释出咖啡的精华。炎炎夏日，来一杯冰凉的咖啡，比起热咖啡更能消暑提神。于是，咖啡要不要放凉喝这个问题就成了当代咖啡爱好者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但是，喝热咖啡和冷咖啡，除了口感和温度差异之外，对身体的影响竟然也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把热咖啡和冷咖啡摆上擂台，从多个角度来场大比拼，看看谁的健康表现比较出色。首先登场的是大家常听到的抗氧化物质。这类物质是体内专门对付自由基的小英雄，自由基会加速老化，损伤细胞，而抗氧化物质就像清道夫一样，帮助我们扫除体内的生锈问题。咖啡其实富含多种抗氧化成分，其中绿原酸就是咖啡豆里主要的抗氧化明星之一。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少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甚至与降低某些癌症风险都有关系。那么热咖啡和冷咖啡哪个含有更多抗氧化好物呢？科学家们也对此十分好奇。近年的研究比较了热冲泡和冷冲泡的咖啡成分，结果发现热咖啡通常萃取出较高水平的抗氧化物质。简单来说，滚烫的热水就像催化剂，可以更充分地释放咖啡粉里的绿原酸等有益成分。而冷水萃取因为温度低，虽然经过较长时间浸泡也能提取出香气和咖啡因，但在抗氧化物含量上略逊一筹。特别是深度烘焙的咖啡豆，热冲泡和冷冲泡在抗氧化活性上的差距会更明显。深烘豆用热水泡出的咖啡，抗氧化物质比冷萃深烘咖啡高出更多。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如果你想通过咖啡摄取更多对抗老化和疾病的抗氧化营养素，也许热咖啡会是略胜一筹的选择。当然，冷咖啡中也有不少抗氧化成分，只是总量稍微低一些而已。因此并不是说冷咖啡就不健康，只是在抗氧化大比拼这一回合中，热咖啡稍稍占了上风。接下来轮到大家关心的咖啡因。咖啡因是咖啡里让人提神醒脑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只小闹钟，喝下咖啡后在体内敲响，使我们感神振奋。很多人以为冰咖啡是不是没那么提神，或冷萃咖啡是不是咖啡因更多更刺激？其实咖啡因的总量主要取决于咖啡粉和水的比例、豆子的烘焙程度以及冲泡时间和最终咖啡的浓度。温度本身并不会改变咖啡因的化学结构，所以咖啡或冰咖啡本质上咖啡因含量可以一样。不过现实中常见的冷萃咖啡往往采用较高的粉水比例，甚至做成咖啡浓缩液，再加冰块或水稀释。因此，如果直接喝没有充分稀释的冷萃咖啡，它可能含有比一杯普通热滴漏咖啡更多的咖啡因。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冰咖啡后劲很强，一杯下肚心跳加快，精神抖擞。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是把一杯普通热咖啡放凉或者加冰块，它的咖啡因总量并不会因温度改变。简单举个例子，用同样多的咖啡粉，一种用热水快煮几分钟，一种用冷水慢泡10几个小时，最后得到的咖啡液中咖啡因含量其实相差不大。科学实验也支持这一点，热泡咖啡和冷泡咖啡的咖啡因浓度差别并没有想象中悬殊。因此，
在提神效果这一环节，胜负其实取决于浓度而非温度。如果你想要猛一点的提神效果，可以选择浓一点的冷萃；反之，想睡前来杯不那么强劲的，也可以选淡一点的冰咖啡或低因咖啡。但总的来说，同样一杯200毫升左右的黑咖啡，热的冷的咖啡因含量差异不大，都足以让瞌睡虫逃之夭夭。需要提醒的是，咖啡因摄取过多可能引起心悸、焦虑或失眠。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每天适量饮用才是王道。一般建议成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取最好不要超过约300毫克，大约相当于2到3杯中杯咖啡的量。超过这个量，你可能就不再是提神，而是变得紧张、坐立不安了。很多人喝咖啡都会关心一件事，这咖啡会不会伤胃？确实，有些胃敏感或有胃食道逆流、胃酸倒流问题的人，喝了咖啡容易胃灼热、泛酸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元凶就是咖啡的酸度。咖啡本身呈微酸性，特别是热咖啡，味和苦味往往比较明显。说到酸度，别以为尝起来酸才算酸，咖啡中的酸包含了各种有机酸，如奎宁酸、苹果酸等等。热咖啡因为高温萃取，往往溶解出较多的酸性物质，喝起来酸涩感稍强，对胃的刺激也会比较直接。很多人在空腹喝热咖啡时会觉得胃不太舒服，就是因为胃酸分泌增加，加上咖啡酸刺激，容易导致不适。相比之下，冷咖啡，尤其是冷萃，因为低温萃取，总酸含量通常较低。有研究测试了多款咖啡，发现冷萃咖啡的总可滴定酸比热煮咖啡低一些。换句话说，冷泡出的咖啡虽然酸碱度和热咖啡差不多，都在弱酸范围，但冷咖啡里头能在化学上与碱中和的酸性物质总量更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冷萃咖啡比较顺口、不刮胃的原因。对于有胃食道逆流或消化道容易不适的人来说，冷咖啡相对友好，不太容易诱发胃酸过多或胃烧灼感。除此之外，热咖啡的温度高，本身也可能对消化道造成热刺激。想象一下，超烫的饮料直接灌下肚，食道和胃黏膜可不是铁打的，长期喝过烫的饮品可能对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热咖啡的人，也别烫得入口即伤喉咙，稍微放温一点再喝对肠胃更好。而冰咖啡在这方面就不存在烫伤隐患，顶多就是冰凉刺激。有趣的是，很多人都把咖啡当成肠道马达，不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都有人一喝完就想上洗手间，仿佛喝下去的不是咖啡，而是泻药。其中奥妙跟咖啡因刺激肠胃蠕动有关。不过，民间经验常说，冰咖啡更容易让人跑厕所。早上来杯冰拿铁，可能马上就感觉肠子开始蠕动。虽然科学上对热咖啡和冷咖啡谁更通便并没有定论，但许多咖啡爱好者分享，他们觉得冰的咖啡确实有更明显的诱发便意效果。可能因为冷饮进入肠胃，温度刺激，再加上咖啡因双重作用，加速了肠道起床。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小困扰，不妨试试早上来杯冰咖啡，说不定有奇效。但如果是长途旅行中，可要小心喝冰咖啡，热的途中频频找洗手间哦。综合来看，在肠胃友善度这场比拼中，冷咖啡略胜，它酸度较低，对胃刺激小，又不用担心烫伤食道。不过，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空腹大量喝都可能让胃不舒服，所以最好在适当时机喝，或搭配点心一起享用，减少对胃的刺激。很多爱美或健身的人会关注咖啡对新陈代谢和体重管理的影响，毕竟咖啡因是众所周知的代谢促进剂，常被添加在减肥补充品里。喝咖啡能稍微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帮助燃烧更多热量，同时也能抑制一点点食欲，让人暂时不觉得饿。那么，热咖啡和冷咖啡在这方面会有不同吗？从咖啡因的角度来看，只要咖啡因含量相当，对基础代谢率的提升效果就差不多，不会因为咖啡是热的，是冷的，身体就认得出来而做出不一样的燃脂反应。换言之，你喝下一杯含有100毫克咖啡因的咖啡，不管热冰，这100毫克咖啡因都会作用于中枢神经，提高心跳和血流，稍稍加快热量消耗。不过，饮用温度确实对身体有一些微妙影响。例如，喝下一杯冰凉的饮料，
身体会消耗一点点额外的热量来将液体加热到体温，但别高兴太早，这点冰热量消耗极其有限，也就几卡路里，无法指望靠喝冰饮来减肥，而喝热饮则可能让你出点汗，身体启动散热机制，过程中也需要耗能，同样地，这个作用也很轻微，所以饮料温度对热量消耗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健身减肥还是得靠运动和控制饮食，不能寄望喝热咖啡多燃脂或喝冰咖啡动脂肪。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咖啡里加了什么。如果你喝的是纯黑咖啡，无论冰热都是几乎没热量又能促进代谢的好帮手。但如果你喝咖啡喜欢加很多糖、奶精或者鲜奶油，那情况就不同了。热咖啡常常酸苦比较重，很多人忍不住多加糖和奶调味，反而冷萃咖啡因为风味较顺，口甘甜，不加糖也能接受，或者只需加一点奶就很美味。少加一份糖就等于少摄取不少热量呢。所以在体重管理这点上，冷咖啡有个间接优势，它让人不易察觉地减少糖分摄取。当然，如果你喝的是一大杯焦糖拿铁冰沙，那不管冰热都摄入了大量卡路里，代谢再快也烧不掉的。另外有研究指出，咖啡中的多酚，例如前面提到的绿原酸，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脂肪代谢。长期适量喝咖啡的人得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咖啡提升了胰岛素敏感性，减少发炎。热咖啡萃取的多酚较多，也许在这方面稍占优势，但冷咖啡提供的益处也不容小觑。毕竟咖啡该有的营养它也都有保留，所以在代谢影响这块，冰热咖啡打成平手。重点是喝对方式，尽量喝不加过多糖分的黑咖啡，并且适量饮用，长期下来对控制体重和代谢健康才会有帮助。爱喝咖啡的人常常有个烦恼，就是牙齿被染成了咖啡色。长期喝咖啡会让牙齿表面沉积色素，也就是所谓咖啡牙。那在健康方面，热咖啡和冷咖啡有区别吗？首先，不管冰咖啡、热咖啡都含有深色的善凝物质，时间久了都可能让牙齿变黄变暗，这方面两者几乎一样，只要咖啡有接触到牙齿，就可能留下痕迹。然而，温度可能会带来一些间接影响。当你喝一口非常热的咖啡时，热度可能使牙齿表面的珐琅质，也就是牙釉质，因热膨胀出现微小的孔隙或裂痕。虽然肉眼看不见，但这些细小的空隙就给了色素可趁之机，趁机渗入牙齿表层，时间一长就形成了顽固的黄渍。相对地，冷咖啡温度低，对珐琅质的热膨胀影响小一些，染色的速度可能没那么快。另外，前面提到酸度也和牙齿有关，酸性的饮食会软化牙齿珐琅质，使其更容易受损和着色。热咖啡的酸含量稍高，所以如果经常喝热咖啡，牙齿所处的酸性环境稍强，长此以往，对珐琅质可能有轻微的侵蚀作用。冷萃咖啡酸度低一点，相对对牙齿的酸蚀作用也低一些，这意味着冷咖啡或许对牙齿表面的侵蚀较少，再加上不那么热，不会造成热胀冷缩的刺激，理论上对牙齿更温和。还有一点很实际，喝冰咖啡很多人会使用吸管，这其实是个保护牙齿的好习惯。通过吸管，咖啡直接从口腔中间吸入喉咙，减少与门牙、前排牙齿的直接接触，咖啡色素就不那么容易粘在牙齿上了。而喝热咖啡一般不方便用吸管，咖啡液会充分接触牙齿表面，每一口都在给牙齿染色，因此冰咖啡在使用方式上也间接让牙齿保持白净方面稍占优势。不过话说回来，咖啡对牙齿的影响还是次要的，重点在于你平常的口腔清洁。如果每天认真刷牙，饭后漱口，咖啡留下的色素还是有机会清理掉，不至于让牙齿长期变色。此外，喝完咖啡后过半小时再刷牙比较好，因为马上刷牙反而可能在酸性环境下损伤珐琅质。总的来看，冷咖啡稍稍在牙齿健康上表现好一点点，但差异不大。如果很介意牙齿美白的人，可以考虑喝冷咖啡并用吸管，以及定期洗牙保持牙齿光洁。最后，我们来谈谈长期疾病风险，这可是健康议题的重头戏。我们都关心喝咖啡会不会对心脏不好，会不会致癌，或者对大脑有什么影响。现代医学大量研究表明，
适量喝咖啡其实和多种慢性疾病的较低风险相关，这对咖啡爱好者是个好消息。先说心血管疾病，过去有人担心咖啡会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增加心脏病或中风风险，但研究发现，每日适量饮用咖啡与心血管健康无害，甚至有益。有统计显示，每天喝1到3杯咖啡的人，罹患冠心病、中风的风险比不喝的人略低。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质和咖啡因可能有助于改善血管功能，降低体内慢性发炎，从而保护心脏。不过，这指的是适量且不滥加糖奶的黑咖啡。如果每天咖啡因摄取过多，导致持续的高血压或睡眠不足，那对心脏反而不利。此外，冲泡方式也有影响。未经滤纸的咖啡，比如法式绿鸭壶煮的或部分冷萃咖啡，较高的咖啡油脂成分、咖啡醇和咖啡脂，这些物质可能使胆固醇稍微升高。胆固醇高是心血管风险之一，所以如果你有高胆固醇问题，最好选择用滤过的咖啡。不论冰热，只要是有过滤的咖啡，都能去除大部分提升胆固醇的油脂。再看看癌症风险，咖啡本身并非坏东西，相反，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咖啡摄取与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举例来说，长期喝咖啡的人，肝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较低，这被归功于咖啡促进肝脏代谢以及抗氧化减少细胞受损的效果。当然，这些都是相关性的研究，并不是说咖啡能当药喝，但至少打破了咖啡致癌的迷思。其实，之前大家担心咖啡致癌，主要是担心咖啡烘焙过程中产生的丙烯酰胺等物质。不过，一般饮食中通过咖啡摄入的丙烯酰胺量很低，而且喝咖啡带来的好处似乎远大于这点风险。但有一点要注意，饮用温度跟某些癌症风险关系。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曾经指出，经常喝超过65度的热饮，不止咖啡，包括茶或开水，可能增加食道癌的风险。因为太烫的液体会反复烫伤食道，造成慢性刺激和细胞损伤。也就是说，如果你咖啡喜欢趁热烫口喝，反而对食道不好。相比之下，冷咖啡完全没有这个隐忧。所以在防癌这件事上，不是咖啡本身的问题，而是别喝太烫。爱喝热咖啡的人稍微放凉再喝，其实对健康更有保障。最后谈谈神经系统和大脑。咖啡因是大脑的好朋友，也是坏朋友。一方面，它可以提高注意力、记忆力。在犯困时，一杯热咖啡往往能让脑袋清醒过来。长期来看，有研究发现，喝咖啡与较低的帕金森氏症发生率有关。这主要归功于咖啡因对脑中神经传导物质，如多巴胺的影响。另外，适量咖啡可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风险，延缓认知功能老化。不过，这些保护效果不会因为咖啡是热是冰就改变，毕竟主要功臣是咖啡因和抗氧化物，两者冰热咖啡都具备。相反地，咖啡因过量或者对它敏感的人，可能出现焦虑、失眠，甚至影响情绪。因此，情绪和脑健康的关键在于适量，别让咖啡因成为双刃剑。有人下午或傍晚喝杯冰咖啡，结果晚上睡不着觉，日子久了反而精神状态变差，这就得不偿失了。整体来说，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只要适量饮用，都和多种健康益处有关。前面提到，哈佛大学的营养学专家就指出，经常喝咖啡的人，第2型糖尿病、心脏病、失智症、抑郁症等风险都略有降低。这些益处来自于咖啡中的营养元素和生理作用，而非单纯温度。所以您大可不必因为健康考量而强行改变喝咖啡的习惯。喜欢热咖啡就慢慢品热咖啡，喜欢冰咖啡就开心喝冰咖啡。两种咖啡都能给身体带来正面作用，只要记得不要量，并注意好糖分和热量的控制就行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吧。热咖啡和冷咖啡各有千秋。从健康角度看，热咖啡的优点，抗氧化物质含量较高，提供更多清除自由基的保护，咖啡香气浓郁，能带来更强的满足感。有研究指出，咖啡香气本身就能让人心情愉悦呢。喝热饮在寒冷时节能促进血液循环，整个人暖洋洋的，很舒服。潜在缺点，酸度较高，可能对胃刺激较大，容易引起胃灼热或不适。太烫饮用可能伤喉咙和食道，对
对牙齿的着色和珐琅质影响稍重。如果饮用后不注意口腔清洁，容易出现咖啡牙。冷咖啡的优点：酸度较低，口感滑顺不伤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较容易接受。常用冷萃法可以减少苦涩，需要添加的糖和奶精相对较少，总热量负担低一些。冰凉的咖啡在炎热天气更解暑，也不存在烫伤食道的风险。使用吸管饮用还能减少对牙齿的染色。潜在缺点：抗氧化物含量略低于热咖啡，理论上保健功效稍逊，因为顺口，可能一不小心喝太多咖啡因摄入过量，尤其冷萃浓缩咖啡容易不知不觉喝很多。天冷时喝冰的可能让身体感到不适，且冬天喝冰咖啡不容易暖身。归根结底，两种咖啡各有好处，也各有需要留意的地方。如果你追求咖啡的保健效果，不妨在早晨来一杯热咖啡，补充满满抗氧化能量。如果你在意胃的感受或牙齿健康，下午换成一杯顺口的冰咖啡，放松身心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依照自己的体质和喜好选择，毕竟健康生活也要兼顾愉悦心情。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才能带来身心双重的满足。小提示：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建议咖啡因摄取控制在每日适量，并尽量少加糖和高热量的配料。喝完咖啡记得喝点白开水或漱口，中和口腔的残留酸性并冲掉色素，牙齿会感谢你。总而言之，只要掌握好度，热咖啡和冷咖啡都能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现在，你手中的咖啡是热的还是冰的呢？无论是哪一种，都请心怀感恩地享受这杯黑色能量，为你的生活提神添彩吧。